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开学那天，我爸安排了一街的劳斯莱斯车队送我，我特意让他停远了一点。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我为了低调，和大家说我家里是普通家庭，跟导员也说的是家里卖房供我上大学。室友嘲讽我说，一只村里来的穷逼也，上个学还要卖房才上得起。我懵了，我家做房地产的，不卖房卖啥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眼看着快到学校，人群也逐渐密集了起来，我赶紧让我爸停车，就到这儿吧，让人家看见不好。我说了一句，我爸坐在驾驶位，从后视镜瞥了我一眼，行，注意安全，有啥事儿给你妈打电话。站在马路边上，我看着我爸的车一骑绝尘，留下了一串尾气，喷我一脸。人家都是有啥事儿给爸打电话，我爸比较忙，一般有啥事儿都是联系我妈，家长会是我妈，接送是我家司机，回家是爷爷陪我。我哪是女儿啊，我是大冤种。无奈地拎着死沉的行李箱走进了寝室。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生坐在凳子上，指挥着两个人铺床搬行李。看到我进来的那一刻，立马尖叫起来，我的天哪，你脸上那是什么东西？脏死了！女生一边后退，一边拼命地用手捂着鼻子，你可别进来，我会过敏的。我一愣，放下行李进了洗漱间。好家伙，脸上有一圈被汽车尾气喷上的黑烟，我赶紧洗了把脸。等我出去的时候，其他两个室友已经过来了，三个人正在叽叽喳喳地介绍着自己。天哪，瑶瑶你也太有钱了吧，这是最新款的蒂芙尼手镯吧？刚才尖叫的女生脸上写满了炫耀。还好啦，才3万多而已，是我爸送我的开学礼物呢。好羡慕啊！看到我走出来，三个人停止了交谈，看向我，各自介绍了一番。原来刚才尖叫的女生叫做瑶瑶，好像是本市一个公司老板的女儿，也算是个富二代。好吧，在我这儿连暴发户都算不上。你呢，江江？你家是干什么的？室友夏莹莹问我。我低调地说，我家做建筑的。另一个室友刘雪眼神一亮，哇，一听就很酷。我刚想说话，瑶瑶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不就是包工头吗？也好意思拿出来说，还搞建筑的，这话听着让我不太舒服，但是我还是没说什么，毕竟这是开学第一天，尽量和室友打好关系，口头吐槽一句，无关痛痒，我也不怎么在意。谁知瑶瑶不依不饶，刚才进来就灰头土脸的，一看就是个土鳖，怕不是坐拖拉机来的吧？旁边的两个室友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拿出笔记本，把那句与室友成为好朋友给划掉了。去你的吧，老娘不缺朋友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余下来的几天，我都投入到了社团招新当中，积极参与嘛，也省得总在宿舍看到那几个室友炫耀来炫耀去的。炫耀就炫耀，时不时还要拉踩我一下，我还首富闺女呢。我说啥了？等我忙了一天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发现3个室友全都坐在那里，听到我开门，立马看向了我。什么情况？赵江，你把瑶瑶的蒂芙尼手镯摔坏了，怎么还藏起来呢？刘雪眼中带着鄙夷看着我，我顿时懵了。什么手镯？就是啊，你好歹道个歉。你看看，瑶瑶都哭了。另一个室友夏莹莹也附和。听到这话，我往里一看，果不其然，瑶瑶正坐在中间，眼眶通红，眼泪扑簌地往下掉。我见犹怜，什么手镯？我不知道。瑶瑶疼的一下站起来，整个人梨花带雨，摇摇欲坠的样子。赵江，我知道是我上次说你的时候，你不开心了，
我可以和你道歉。可是那个手镯是我爸爸送我的开学礼物，真的很重要。你为什么要把它摔了呢？我顿时一阵烦躁。你有病啊！我都说了不是我了，烦不烦？可怜兮兮给谁看？又不是我弄坏的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赵江、瑶瑶还没说话，夏莹莹反而更生气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不要自己穷还仇富啊！人家瑶瑶怎么惹你了？你把人家的礼物都摔了。就是，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果然家里是打工的，就是没有素质，社会垃圾。好好的，硬要扯上我家里。听到他们义愤填膺的话，瑶瑶哭得更伤心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开始怀疑，手镯该不会真的是我摔的吧？赵江，我知道你家里穷，瑶瑶好心地说道。你给我道个歉就好了，我不会让你赔的。可能是因为我没关门，宿舍门口逐渐站满了人，都在看着这一幕，对我指指点点。就在这时，我不经意间看到了瑶瑶嘴角的一抹冷笑，赤裸裸的污蔑。我顿时说道：好啊，既然你一口咬定了是我弄坏的，那我们报警吧。听到这话，瑶瑶的眼中极快地闪过一丝慌乱。报警？你的手镯我碰都没碰过，既然你说是我摔的，那上面一定有我的指纹。我不慌不忙，咱们去验，是我摔的，我100倍赔给你。你污蔑我，只需要当着别人的面和我道歉，你敢吗？我的话掷地有声，瑶瑶有那么一刻踉跄着后退了一步。夏莹莹义愤填膺：装什么呀？还100倍？穷鬼，你赔得起吗？随后我才听到瑶瑶颤抖着声音响起：算了，你要是实在不想道歉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夏莹莹顿时不爽了：瑶瑶，别给他脸，报警！就是这种品行不端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寝室，我都恶心。瑶瑶还在连连摆手，嘴上说着都是一个寝室的，都是室友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傻狗一个！我懒得继续理他，一把关上了寝室门，躺在了自己的床上，又翻出了笔记本，把上面那句不和同学起冲突给划掉了。去他妈的吧！从那次开始，室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不搭理我了，而是逮着机会就要讽刺我2句。把东西可得放好，有些人手脚不干净。夏莹莹瞥了我一眼，把自己新买的包包放了起来。脑干让人挖了吧！军训的前一天晚上，瑶瑶出门了，宿舍查寝。当寝室大姨敲开我们的房门的时候，瑶瑶电话不通，微信不回，人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于是理所应当的，宿舍分没了。不知道是谁打的报告，说今晚有人夜不归宿，不然应该是周5晚上查寝的才对。这件事儿传出来，瑶瑶立马就认定是我报告的，明明是他从我进寝室就开始针对我，可偏偏他觉得是我在针对他。赵江，瑶瑶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不耐烦地转过头，有病赶紧去治，别来我这儿大呼小叫。瑶瑶盯着我的脸，恶狠狠地说了一句：乡下人就是没教养，还要去打小报告，害得我们整个寝室都扣分，不要脸！听到这话，我噌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。你脑子有毛病吗？是你夜不归宿才让我们扣分的，你怎么好意思怪到我头上？另外2个室友非但没有帮我说话，反而厌恶地盯着我。要不是你打小报告，我们能被扣分吗？瑶瑶马上就要继承家里的公司了，人家出去很正常好不好？反倒是你一直咄咄逼人，说得有理有据，我差点都信了。算了，我们别管他了。瑶瑶鄙夷地打量我2眼，转过头去。军训开始了，教官踏进操场的那一刻，我顿感眼熟，定睛一看，我靠，这不是我峰哥吗？峰，是我小时候
邻居家的大哥哥，算是他陪着我长大的。我今年19，他26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听说他去当兵了，真想不到他竟然做了我的教官。在队伍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我也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一亮，露出了一个笑容。立正，军训对于99%的学生来说都是苦不堪言，但是对于我，就像是鱼进入了大海，回到了自己的主场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妈几乎不管我，我每天几乎都跟峰哥在一起。他这个人从小骨子里就有那股劲，他的理想也是保家卫国。别的小朋友的童年都是洋娃娃和玩具车，我得童年就是每天跟着他站军姿、踢正步。当时可能懂得也不多，倒也没觉得哪里不好，就是晒得黑了点，每天累得像狗一点。烈日炎炎下的军姿站了3个小时，同学们的脸上或多或少都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。3排左2，就你一直在动。出列，瑶瑶极不耐烦地站了出来。峰哥眼神锐利，就你刚才一直动，动什么动？才站了3个小时，我以为瑶瑶会认错，结果人家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就是一个教官而已，装什么？凭什么对我这么说话？信不信我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直接换掉你？此话一出，我惊了，这应该叫做什么？不知者无畏。换掉我？峰哥皱紧了眉头，严肃道：要是真能换掉我，算你厉害。现在只要我在这里1分钟，你就立马给我滚去，好好站军姿。瑶瑶大吼：凭什么？都这么久了，谁能坚持得下来呀？峰哥怒目而视，随后转头看向我。2排左2，出列。我顿时挺直腰板，规规矩矩地站了出来。看看，这叫站军姿。峰哥果然把我拉住来举例子了。瑶瑶不屑地瞟了我一眼，军姿站得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穷鬼一个，有本事出了社会给别人站个军姿啊，看看给不给你钱。这话说得我一阵无语，这什么家庭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首富呢，挺好的孩子教育成这样了。峰哥也是被气到了，冷笑着看他，行，那你坐在这儿，让大家站着陪你。此话一出，同学间怨声载道，纷纷朝着瑶瑶投来了鄙夷和嫌弃的目光。毕竟没人喜欢被人影响而受到惩罚。瑶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，重新回到了队伍中，而我则成为了领队。中午刚吃完饭，我就收到了峰哥给我发的消息，让我去水房找他。怎么样？新学校还适应吗？峰哥站在水房，看到我过来，一把把我拉了过去，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。我一把挥掉他的手，别摸了，长不高。峰哥也没介意，乐呵呵地问我和室友相处的怎么样。认识超过10年，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铁，像是亲兄妹。你今天不就看到了吗？那个大小姐就是我室友。我说。峰哥眼神怪异，那你没挨欺负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谁呀？我扬了扬下巴，谁能欺负我？也是。峰哥笑了，有事儿就找我。等我和峰哥叙完旧，回到操场的那一刻，同学们瞬间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了我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一个和我还算是熟悉的同学给我发了个微信，问我你真的和教官在一起了？我啥玩意儿？瑶瑶说看到你们刚才在水房了，说你和教官那个。我哪个？那边似乎琢磨措辞，删删打打，一直处于正在输入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，他说你和教官有一腿。好家伙，我顿时皱起眉毛，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看我，真服了。瑶瑶，我直接喊了一声。瑶瑶顿时转过头来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干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我皱着眉，造谣我。瑶瑶听到我这话，
顿时回道：“装什么呀？我都看到了，还狡辩！我就说你怎么成为领队的？感情靠着和教官睡觉。”瑶瑶的话越说越脏，一下子戳中了我厌恶的点上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；忍一时，乳腺增生。去你的吧！想到这里，我的军体拳都在跃跃欲试，就想动手。这时，峰哥急匆匆地跑过来：“都在这儿干什么？跑步！”教官的话一出口，众人都收回了吃瓜的心态，神色恹恹地起身排好队。瑶瑶不屑地瞪了我一眼，也回去站好了。算了，我秉承着不和傻成计较的原则，站在了队伍的最前方。当晚，我在校园网火了，辱骂我的帖子被顶在最上方。新生入学1周，勾引教官，底下的评论简直不堪入目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听说这个赵江高中就不老实，太不要脸了，靠着爬教官的床当了领队，平时估计没少给他开小灶吧。恶心！我趴在床上往下滑着，竟然看到了室友瑶瑶的评论。开学没2天，他就因为嫉妒摔坏了我爸送我的蒂芙尼手镯，而且还不承认。下面是其他2个室友的附和，我红了，黑红黑红。现在同学对我的印象不仅不要脸，而且还善妒仇富，气得我又拿出了笔记本，把上面的低调、低调再低调给画了。去特吗？再低调，我人都被骂没了。没一会儿，出去吃饭的3个室友回来了。瑶瑶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把帖子删了，别再招惹我。我从床上站起来，神情严肃，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。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低调做人，尽量不惹事儿，但是我也绝对不能一直挨欺负，不然真当我是软柿子。剩下的4年我怎么过？怎么了？都是实话，还不让人说了？瑶瑶不甘示弱地瞪着我，差点连我都以为是真的了。夏莹莹立马站在面前：“赵江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就许你做，不能别人说吗？要不是瑶瑶脾气好，你早就滚蛋了。”我懒得继续争执，言尽于此。经过这一番警告之后，我以为瑶瑶就算是在做，应该也要收敛一些了吧。没想到她真的坏得十分彻底。第2天军训，我照旧站在队伍最前方。跑步时，我忽然感觉身后骤然被推了一下，随后整个人就扑倒，摔倒在了地上。而我的身后就是瑶瑶。呀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这都能摔倒呀！瑶瑶嘴角阴着笑，看来你这个领队还真是不怎么样，不愧是爬床上来的。周围的同学也带着嗤笑的神色。这一次我没有再惯着他，起身反手，啪，重重的一个嘴巴甩在了他的脸上。瑶瑶被我直接抽倒在了地上。我从小就被峰哥逮起来练，力气不知道比他这样娇弱的女生大了多少倍。这一巴掌下去，他彻底懵了，同学们也没反应过来。你敢打我？瑶瑶眼泪哗的一下就掉了下来，整个人回过神，尖叫着捂着自己肿起来的脸，神色怨毒：“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等着滚出这所学校吧！”夏莹莹冲上前来：“赵江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吧！平时在宿舍里针对瑶瑶还不够，现在直接欺负到军训的时候来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同学此时也七嘴八舌地替瑶瑶打抱不平。赵江，你这一次一次的，同学之间没必要这样吧？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待在我们学校，赶紧道歉啊！我抱着臂，内心毫无波动，冷眼瞧着地上坐着的瑶瑶。瑶瑶气得脸色通红，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，告了一通状，挂断电话，得意地看向我。辅导员马上就过来了。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以为这样我就会怕吗？就你会打电话，我不会打。我冷笑一声，也掏出手机，
拨通了我妈的电话，因为知道自己的我爸此时大概率正忙合作，于是像往常一样没有和他说。不一会儿，辅导员就喘着粗气一路小跑着到了操场，一看瑶瑶肿胀的脸，赶忙上前扶起她，满脸的关心与担忧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说完转头看向我时，脸色变得比川剧变脸演员还快，黑得几乎能滴下水，满是嫌弃鄙夷。你怎么回事？等着挨学校处分吧。说完，辅导员便紧紧一手搀扶着瑶瑶，一手紧拽着我往校长室走去。这时，峰哥刚处理完事情过来，见情况不妙，赶忙也跟了上来。校长室内，瑶瑶哭的那叫梨花带雨，那叫一个我见犹怜。辅导员一边轻拍着她的背安抚，一边向校长添油加醋地讲着发生的事情。我赶到的时候，赵将手举在半空中，还准备要继续打瑶瑶。校长沉着脸看向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待我回答，瑶瑶抢先抽泣着开口，她勾引教官的事情被我知道了，于是恼羞成怒，她靠着和教官睡觉，当上领队后就各种欺负同学。一听这话，校长怒火顿起，啪的一声狠拍桌子，站起身，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：立刻把你的家长叫来，我倒是要看看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这样没家教的女儿。峰哥在后面一直紧皱着眉头，直到听到这句话，再也按捺不住，没待在场众人反应过来，已经一个箭步上前，一把拽住校长的衣领，说：谁没家教呢？为人师表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从没遇到这种情况的校长愣住了，回过神来想挣脱峰哥的手，奈何峰哥力气太大，校长气急，瞪着眼睛：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也是当事人，现在想帮着他也没有用，等处理完他，就该轮到你了。到时候我只要联系你们部队，等着领处分吧。校长威胁道。峰哥冷笑一声：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一会儿，耳边响起了那个我平日里面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：哟，原来这里这么热闹呢，发生什么大事了？把我女儿都给叫到校长室来了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妈。今天的她依旧打扮得很精致，身着一袭红色真丝旗袍，盘着发，妆容得体。妈，我打了声招呼，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妈呀！搞清楚来人身份后，瑶瑶语气十分不善，进校长室都不知道敲门，不愧是一家人，都一样的没有素质和教养。辅导员立马附和，大呼小叫着：你的女儿在学校里为非作歹，横行霸道，真是有人养没人教啊！瑶瑶继续：不就是普通的土鳖家庭吗？在这里牛什么呀？面对种种扑面而来的侮辱，我妈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得体微笑。对比之下，仿佛这些十分难听的话都只是些不懂事的狗在吠叫着。这时，我身旁的峰哥恭恭敬敬地朝他打了声招呼：张姨。我妈微微点点头，径直走到我跟前站定，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温柔一笑，什么都没说。你女儿在学校欺负同学，勾引教官，家长怎么教育的？校长出口开始指责。瑶瑶唾了一口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看你妈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一看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峰哥气得脸色涨红，只见我妈淡定伸出一只手拦住了他。瑶瑶见状更加猖狂：峰，你怕不是赵江和他妈两个人的姘头吧？不然你急着护着干什么？说完又转头看着我，挤眉弄眼的用尽恶毒的语言嘲讽道：对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爸不是干工地的，是不是被砸死了？所以你妈才……
还没待我作声，我妈淡然一笑：“怎么，你想见见江江的爸爸吗？”瑶瑶正沉浸在全面碾压我们的快感中，毫不在意地应着：“好啊，有本事就让他来啊！我倒是想看看他来了能奈我何。别最后又要像哈巴狗一样祈求我和我们家的原谅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给同学面子啊！”哈哈哈！瑶瑶狂妄刺耳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内，我不禁默默摇摇头，尽情多笑一会儿吧，等会儿你应该就笑不出来了，那就满足你的愿望。我妈莞尔一笑，晃了晃手中的手机，上面显示的是正在通话的界面，看时间是从一进屋就已经打通着，接着对着手机提高了声音：“还不赶紧滚过来！你也听到了，老娘都被这帮人骂成什么样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娘是寡妇呢。”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挂断电话的下一刻，校长室的门被打开，气场摄人的我爸走了进来，显然是匆忙赶回来的。我爸高大威猛，身材壮硕，英挺地站在那里，他的视线环顾室内一圈，最终眼神落在校长身上，眸中带着杀气，不怒自威。赵先生。校长瞪起了眼睛，张大着嘴，下巴几乎要掉在地上，不敢相信地喃喃道：“我看着校长那样子，我简直要笑死。”入学前，我爸担心我住得不好，学校环境不好，于是出资上亿，重新布置学校，从操场到教学楼以及宿舍楼，我家算是校长眼中的金主了。但是我爸没提过我在这上学，我也懒得跟旁人说，低调习惯了。我爸盯着他，并没有作答。此时传来峰哥的声音，他喊了一声赵叔，校长呆在了原地。这会儿我妈一见我爸来了，立马像见到救星一样，上前亲热地挽住了他的胳膊，指着面前的三人说道：“刚刚电话里面他们是怎么说咱们的？你也听到了吧？听得清清楚楚的。”我爸看向我妈的眼神恢复了温柔，但在转向那三人时，脸色瞬间又沉了下来，几乎要滴下水来，眼里的杀气已经升腾到了极点。校长此刻也是反应过来了：“您是赵江的爸爸？”我爸淡淡点头。我没想到驰骋商界这么多年，会有一天在投资建设领域有这么失败的时候。贵校的师资作风以及校长您的格局让我很是震惊。一听这话，校长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看起来几乎快要晕厥过去。他撑着桌子想要站起身来，可一起身，扑通一声，一个站不稳，重重从椅子跌落在了地上。瘫坐在地上的他脸色惨白如纸张，额头上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着。还没意识到状况的瑶瑶站在那里，不解地看着校长此刻的狼狈样子。校长，你怎么了？赵江他父母跟他一样不懂礼貌，一点都不尊重，得好好教训一下。校长想要叫他闭嘴，却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。瑶瑶转头准备教唆辅导员登场，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辅导员此刻也是脸色灰白如纸，状态比校长好不到哪去。瑶瑶趾高气扬地看着我爸：“你就是赵江的爸爸吧？他欺负同学，勾引教官，做了一桩桩缺德的事情。我爸是公司老板，如果你们家还想在这个城市待下去的话，就给我跪下赔礼道歉，然后带着你女儿滚出这个学校。”我爸闻言，眼神冰冷地斜睨了他一眼：“原来是你呀！”这一眼看得瑶瑶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。我倒要看看最后是谁滚出这个学校，我们就来一件件的解决。小小年纪不思进取，一声猛喝，我就知道瑶瑶把他爹坑了，起风了，他家的公司也该破产了。这时候冲进来一群人，
一人手里捧着一大堆资料，另一人手里拿着相机开始录像。接过资料，我爸冷眼看了一眼瑶瑶，然后转头看向最前面的人举起的摄像头。证据在这。他拿出一份鉴定报告，打开至最后一页，示意他念出最终的鉴定结果。经鉴定，此款蒂芙尼手镯上仅有一人生物学指纹，经大数据库比对，与瑶瑶指纹重合率为100%。听到鉴定结果，瑶瑶眼神开始闪躲。我知道手镯已经被他藏起来了，但想逃过我老爸的眼皮下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爸想找不到的东西。下一个，我爸声音低沉，带着威严的怒意。又有人拿出寝室大姨的口供，以及当晚打小报告的电话语音记录开始播放，声音分明地在室内回响着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居然是夏莹莹打的小报告。平日里她跟瑶瑶的小跟班似的，私下里居然会这么做。不过狗咬狗，和我也没啥关系，就当看热闹了。好，我爸瞥了瑶瑶一眼，旁边的人立马拿出一沓照片，照片上一张张是我和峰哥从小时候到长大的合照。显而易见，我和冯峰是大院里一起长大的，情同兄妹，什么陪睡的传言自然不攻而破。冯峰，你说呢？一旁的冯峰没想到我爸会突然提到他，愣了一下，脸色却有些为难之色，顿了顿，终是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看他这样子，倒是我有些纳闷了。我爸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怎么这峰哥看着怪怪的？见峰哥点头，我爸满意的眯了眯眼睛，继续开口。最后一件。我爸话音一落，旁边的人就拿出监控录像开始播放。录像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，是瑶瑶莫名在我身后重重一推，欺人在先后，我才还手打人的。一个一个证据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。瑶瑶不断摇着头，她不敢相信，我爸居然如此轻易就掌握了全部这些证据。反应迟钝的他也在这时可能此刻意识到，他一直看不起的我的爸爸其实身份并不简单，甚至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他那做小生意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比起来，那就如同地上的一只小蚂蚁一样。意识到这些的他，整个人都跪倒在地上，面如土色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与跋扈。事情已经全部水落石出了。我爸看向瘫软在地的校长，指着瑶瑶和晕倒的辅导员，学校立马开除瑶瑶和辅导员，并向全校进行通报。校长机械地点着头。我爸继续横眉冷声开口：至于你，不分是非曲直，任由学生霸凌，收受家长贿赂，我已经叫了警察，具体的你就好好给他们交代吧。话音一落，就有几个警察鱼贯而入，将校长带走查办，留下被吓到崩溃的瑶瑶伏在地上，眼神失去了焦距，不断喃喃自语着：完了完了，我不该欺负他的，我错了。我爸冷哼了一声，抬起手接过助理手中的电话：姚铁飞，从今天起，你将接受全行业的打击。我赵山河说到做到，做好准备吧。瑶瑶听到这话，原本眼中还有一丝挣扎，现在只剩下绝望。很显然，他知道赵山河是谁，他也知道姚铁飞是谁。真相查明，瑶瑶和辅导员均被学校所开除并通报。瑶瑶他爸的公司也因为众多供应商取消合作，资金链断裂，从而面临各种违约。1周前宣布破产，校长也因被查明收受贿赂等一系列罪名，撤职等待最终的法律审判。那天在校长室内的录像被上传到了校园网上，
很快便被顶在了最上方，成了最热的帖子。我的清白得以证实，事情终于告一段落。以为终于可以恢复到平静清闲生活的我，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。后来，整个校园网上全是关于讨论我的话题，尤其是关于我家里背景的讨论。最终，居然真的有人扒出了我的身份，说得特别清楚。我妈的身份没有详写，具体写了我爸的身份。是目前的华国首富，算是激起了一阵波浪。原本我想低调，也低调不了了。风波过去一阵子了，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，成了校园的传奇人物。下课睡觉时，有人传来小纸条道歉，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欺负你，请你原谅。体育场跑步时，有人不断凑上前来，江江，我为我曾经嘲笑你而深刻忏悔道歉。总之，之前得罪过我的人都想方设法出现在我身边，找我道歉，祈求我的原谅。没有得罪过我的人，也使劲往跟前凑，想要和我做朋友。接着，当时发帖造谣我和峰哥的人也被查了出来，竟然是教导员。于是连同教导员在内被一并肃清。这个时候，说我爬床当领队的言论自然也销声匿迹了。事情到此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了。时间很快过去，为期半个月的军训也要结束了。这天清晨，天刚刚微微亮，教官们都已经收拾好东西，排着队列，有序登上了大巴。我一路小跑着赶过去，好在大巴还没有开走。火眼金睛的我一眼就看到了峰哥坐的位置，上前轻轻敲了敲车窗。峰哥扭头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只见本来失落的他眼睛瞬间亮了，打开车窗，声音中满是惊喜与奇异之色。你是来特意送我的吗？顺路过来的，我开着玩笑。峰哥也不甚在意，你能来就好。此刻，大巴车开始鸣笛，缓缓启动。峰哥正色嘱咐着，以后要是谁再欺负你，就给我说。峰哥，我替你收拾他们。我摊摊手，放心，现在谁敢欺负我？哈哈，也是。峰哥笑呵呵地挠挠头。汽车缓缓驶远，我冲着峰哥微笑招了招手。回头家里见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